太妃，我呀，生平最爱打扮。以前福儿未出阁的时候，在真州可是出了名的品貌贵重，这些好行头都是出自我手。后来她远嫁京城，秉兰又来了，我也常给她置办衣物。可惜呀，她长得不像我这个姨母，虽然五官秀丽，但还是小家碧玉了些。这些头面啊，都不衬她。没想到啊，最终得了你这个儿媳，淡妆浓抹都撑得起来，好好打扮打扮啊，便像个正统的千金了。难怪邢州这么挑剔，也对你一往情深呢。邢州走了也有10几日了，太妃一定很想他吧？像我们这些行伍人家的官眷，一辈子啊，有半生都是在等待的，再也没有了思念这2个字。我是如此，将来你也是如此。邢州的性子能这般通透，定是有一半是随了您。有吗？也是啊，自然是随了我。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，邢州这么爱重着母亲，那定是从幼时耳濡目染，所以不管他身在何处，定是心中都时刻牵挂着母亲，牵挂着这个家的。什么牵挂，也比不上一句“诸事平安”。你是不知道，邢州从军以来，还从未给家里写过一封报平安的家书呢。没有过吗？他给你寄过？从未有过。那你也别盼望了，以后就习惯了。哎呀，这些发饰就没有能配得上这根簪子的。你还有别的发饰吗？可能没有太合适的了。无妨，拿出来我都看看。真的没有了。妆帘不就在这儿吗？这是邢州的笔记。青青历届，一日不见，如3月兮。这是他给我的字帖。字帖？出征前留给我的，没有写过家书。今日东州大雨，想起你，手腕素有痛症，归心似箭。太妃，邢州定是也很思念您的。行了，你们通上书信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只是我不知道你手上有痛症，叫下人好生伺候着吧。毕竟要回这么多家书，也挺累人的。不碍事。天色不早了，就不扰你歇歇了。太妃，留下来用晚膳吧，厨司做了您最爱吃的小点。莫要，回屋。太妃。
10日后，遴选正典设在真州州府，照例每家派1位代表，携词入场。贺老会长，我们这几家都没烧出黑胎青瓷，去了，只怕也是白去啊。是啊，你说这空着手，不去。灵泉瓷商，休戚与共。我们选上了，也就是大家选上了。过去如此，将来亦如此。烧制的工艺和原料，我们贺家与大家予以分享。太好了！这次呢，我就不露面了，你就代表我们贺家前去州府。明年起，你也要当家了。多谢父亲。老贾，哎，你年纪也大了，也该让儿子见见大世面了，不然江大人都认不出来他是谁呀！贺公说的是啊，回头我也让犬子出去历练历练。诸位，我何时说这东西是贺家的了？这什么意思呀？三妹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黑胎青瓷是我在北周所创，这是我真迹的，便是选送，也该以北周真迹的名义去。笑话！嗨，什么真迹？你那真迹的真字儿还是父亲给你取的呢。真迹，就是我们灵泉贺家的封号。没错，真儿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让人寒心的话呢？我不仅说出这话，就连烧制的工艺、原料，我一样都不会给。反了你！忘本的东西，你敢？他有何不敢？县主，县主，县主，各位都请坐吧。我今日只是御烧瓷房的刘掌柜，各位无需惊扰。县主，想必也听到了，我灵泉瓷器遴选御贡，干系到真州一郡的商税财政，可是小女一意孤行。这是要毁了我们灵泉瓷器100年的基业和真州财税的根本呐！是的呀，县主。这甄大侄女张口闭口都是她的北周真迹，言外之意就是说她的东西和真州灵泉没什么关系。哎，您将来可是真州的王妃呀，是不是好好劝劝甄大侄女才是啊？好好劝劝他呀！对。劝人总是需要条件交换吧。御贡如此重要，贺真的黑胎青瓷是唯一之选，那不如今后就让他来当家吧。什么女子当家？女子怎么能？凭什么？贺公，您知道贺妹妹回家最想要的是什么吗？您不是都说了吗？要让她当家，拿遴选之事要挟。县主，恐怕这是您给我妹妹出的好主意吧？她想要的不是当家，是贺家，是商会，是整个灵泉镇对她的尊重。当不当家不重要，御贡也不重要。这怎么就不重要了呢？灵泉瓷器固不自封，目光短浅，只想把瓷器卖给皇亲国戚、达官贵人。固是100年传统，但并非长久之计。若失了御贡的一半，收入就少了7、8成。而天下瓷器，不止灵泉的精瓷、青瓷，更不止于北周的黑胎青瓷。我们灵泉子弟要做的是打通商路，让灵泉成为天下瓷器交易的都城。正所谓“瓷流天下”。
你不是一直想要贺家吗？你这是？父亲眼里有了女儿，女儿才有贺家。继承家业，其实对女儿来说并不重要。这是黑胎青瓷的烧制工艺和原料配方，都交给父亲了。北周的紫金土，我也求了刘姐姐那边，她答应我，1旬之后就通过她的良心镖局送1000担过来。其实，我都听叔叔伯伯们说了，您在他们面前夸我瓷器做得好，女儿虽没亲耳听见，但女儿心里高兴。舍不得啦？用不着，那2位大婚的时候，咱们还得回来嘛，是不是？别不开心了啊！我先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哎，你还记得你那个二哥，把咱俩骗到酒楼里边，还给咱俩下了那种药？我最后抱着你，给你放床上的时候，我特别想一下，要不咱现在给他补了去？你想什么呢？你看，跟我在一起，保证你日日笑得肚子疼。啊，招神医，快治治我的肚子！怎么又不高兴了？赵全，跟我去深山做瓷器，你当真不后悔？我想过了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但我只想永远跟你在一起。你做瓷器成功了，我就跟着你一起笑；你做失败了，我逗你笑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就永远给你当伙计，不管天涯海角，我永远陪着你。皇后娘娘写字呢。这是你的字吧？姐姐喜欢这幅字。我见过那么多墨宝，就喜欢你的字。这一幅尤其见比例，正好我那处墙上太空了，得挂点字画才好。四娘子，坤是皇后用的。我虽喜欢这个坤字，可论尊卑，皇后在外人面前，我是绝对不敢僭越的。只是论长幼，我又是七妹妹的嫡姐，也不好居下。妹妹可还记得我常常佩戴的那块玉佩？
不如妹妹在坤上加上一横，写一个申字。一为美玉，玉又为实，正与我们姊妹相称。这个申是要压皇后的坤字一头啊！姐姐想要妹妹的字，妹妹不会不答应。只是这申排地支第9，九乃帝王之数。那妹妹给姐姐的字里，既不能有申这个字，又不能单独留下一个王。因此，妹妹送姐姐一个坤字旁边的土字吧，意为做人应脚踏实地，如何？我不要。姐姐，皇后送的，你得要。雪霁，你可别忘了父亲的叮嘱。拜见皇后娘娘。进。娘娘，老奴是来传圣谕的。陛下说了，天气转寒，宫内的气象也相应变化，添衣必经，但不能浪费，要开源节流，减少那些个滞留在宫内的闲杂人员。这是何意？我岂是什么闲杂人员？啊，您当然不是。陛下特地关心四娘子，说宫内有什么要逛的园，等您逛好了，好送您安全离开。石家四娘子才貌双全，很会得人心。哼，小女不过是读过一些书，会些雕虫小技，上不了台面的。国丈在我面前谦虚就算了，在议亲的时候，可不能这么说。议亲？是啊，这么好的女儿，在出嫁的年岁，国丈不着急，赶紧找个好人家。国丈怎么面露愁色？可是没有合适的人选。要不姑来做主，为四娘子挑个合适的簪缨子弟赐婚。不过四娘子也要上心，日日在宫中找姐妹玩耍，岂不是要蹉跎了？臣承蒙陛下的关心。国丈客气了，这也是姑的家务事。是，只是这家务事，是陛下的意思，还是皇后的进言呢？恕臣直言啊，皇后这生母过世的早，自幼无人管教，这骨子里头还一直有着庶出的小家子气。微臣皇后是姑见过最蕙质兰心的女子，这是姑的意思。今年的花开得比往年都好。每年呀，就属你们侯府菊花开得艳。哪有？你们淮阳王府，那才叫开得一个美。你看那边，其实还有一些新的品种。到那边看看吧。这是什么品种？此花名叫春日见山。绵堂来迟了。县主。恭贺太夫人芳尘，绵堂今日来迟了，还望夫人莫要怪罪。生分了，县主今日能来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绵堂见过太妃，见过莲夫人、莲娘子。哟，这县主头上的珠钗似玉非玉的，也不是什么翡翠，莫非是？是夜明珠。夜明珠，就有金丹那么大。苏文崔府有一只传世的夜明珠钗，便是这个宝物了。
早已不是什么时兴的款式，也算不得宝物。在家里放久了，怕蒙灰，棉糖戴着又好看，就随便让它簪一簪。恐怕要等天色暗下来，才能入得了各位的眼。哎呀，这离天暗还有一段时辰呢，我真是等不及看一看这夜明珠的光彩了。是啊，太夫人，开席前先让我们一睹为快。是啊。既然如此，诸位夫人，趁着其他女眷还没有到齐，就请随我到茶室吧。怎么会？这钗上的夜明珠怎么不亮呢？怎么会如此呢？这可不太像夜明珠啊，倒像是块普通的石头。姐姐啊，你是不是不想给啊？什么破天的混话！我堂堂王府太妃，若是不想给一个人，便是三清在世，也休想从我手中沾走一片灰。即使想给，我又何必拿个赝品糊弄人呢？姨母切莫生气，我们都是信您的。只是这枚珠钗确实并非那颗夜明珠，其中必有什么蹊跷。我来问你，那日我给你的是真珠钗，你认是不认？我认。好，既是认，那你来解释解释，为何这只珠钗成了假的？可是你调换了。是。为何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绵堂之所以换掉珠钗，都是为了太妃着想。这是何意啊？太妃常年奉甘露于祠堂，对祖宗最是敬重。这根珠钗按照祖制，是行过6礼之后才能给心腹。而太妃太过慈悲，又真心回护我，怕我出身新廷，引人构碎，这才将这根钗子提前赐予我，让我穿戴于人前。绵堂想全了这份心意，更不忍太妃为了我破了王府的规戒。一朝忤逆，绵堂不孝婆母；一朝顺从，则太妃不孝宗族。绵堂实在左右为艰，这才想到了一个笨办法，在行6礼之前，先戴普通珠钗，以求两全。不想今日在诸位夫人面前闹了笑话，绵堂实在有罪，还请太妃责罚。照你这么说，那枚珍珠钗没有丢？自然没丢。县主起来吧，全权之心应该夸奖，哪能罚呀？多谢太夫人、太妃宽仁。那既然珍珠钗没丢，不如把宝物请出来。一则为县主误会缠身，最是需要证明清白的；二则，我们这些人胃口都被吊了1日了，是真想亲眼一睹这夜明珠的芳泽呀。是啊。这，秉兰，这就是你不懂规矩了。这珠钗怎么请得出来呢？要看也得去王府才行啊。哎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太妃，县主意下如何呀？欢迎之至。每年这个时候啊，都是最好看的时候。这些花都是稀有的品种，我看啊，还是您。连大人遇到一桩劫案，事故王府。怎么了？啊，姐姐，寒山他遇到一桩劫案，
事关王府的。前方如何？王爷，援军何时能到？前方先报，冀鲁二军并未派兵增援，他们按兵不动，不知何为。不仅如此，原本前往东岭关的鲁王左翼军也未受牵制，正转道折返往同域而来。届时，一旦与谷外右翼军形成围势，夹击之下，我们毫无胜算。王爷，眼下我们该怎么办？敌众我寡，不能应战。今日他们定会主动来犯的。骊山裸岩利壁，只有栈道可通行，易守难攻。现下只能撤至骊山，根据地形防守，再想办法突围。传令下去，全军撤至骊山。是。把人带上来。参见太妃，小的姓顾，是永利当铺的东家，在真州从当已经10年了。把你刚才说的再一五一十说一遍。昨日小店来了一位客人，是一位女使，说要典当一枚珠钗。小的一看这珠钗就知道不是凡物，细问之下，他才说是淮阳王府之物。贵人们请看。莫非这才是真的夜明珠钗？那女使是如何说的？小的再三询问之下，他也只是说是他主人的所有物，着急典当。旁的小的就没敢多问。主人所有之物，那岂不是县主吗？把怀桑县主叫来。东西就在屋里，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下。秉兰就是想不通，她将来当上了王妃，珠钗总归是她的，何必要典当了去？我听说她在北周还有生意呢。这便是了，再赏赐也终归是王府的东西，哪有真金白银贴给家里来的实在？这就是小门小户的德行，想入王府，还是要看门当户对。好了，都别说了。莲堂去换了身衣裳，让诸位久等了。我看县主头上这颗，好像更亮。是啊，怎么会有2枚珠钗呢？这个假把式，竟会落到太妃手里啊！假把式？假的？你如何觉得是假的？因为是我做的，用玉石粉和萤石粉称量混合，熔炼成浆，涂抹在瓷坯毛珠上。只要白日里晒足了日光，便会亮好几个大夜。灵泉镇瓷窑师傅那儿有具体的方子，给1匹绢就能做。假的一摔就会碎，不信的话，可以试试。瓷的。
把人带上来。王嬷嬷，这位王嬷嬷多次窥探我庄帘所在，我便有了提防，提早做好了赝品，以防生变。果然，他趁我装睡时取走了珠钗。我派王爷的影卫暗中盯着他。说来也奇怪，这位宫里出来的教习嬷嬷，除了王府和自家宅子，还去过其他许多地方。小心！比如连府。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只不过让他来过一次，教下面的庶女规矩。一次？一两次罢了。怎么了？这王府能请得，连府请不得吗？连夫人，您别激动啊，我又没说什么。姨母，方才您不是也觉得这枚假珠钗是真的吗？我家太妃视珠钗如珍宝，常年束于高阁，鲜少拿出来，一时难以分辨，无可厚非。是啊，我总共也没戴过几回，一直放在庄帘里，舍不得拿出来。主人家认不得，有一个人，定是认得。顾老板，你开当铺数十载，怎么连瓷窑师傅的手艺都见不出来啊？我这一时疏忽，也是有的。一时疏忽。本来嬷嬷偷东西也就罢了，偏偏是在今夜，全真州的王公贵女都在，便有人跑出来说王府出了内贼，想要污了我县主的名声。这算不算是有意构陷？范统领，属下在。帮我细审这姓顾的。好嘞。冤枉！小的冤枉！小的冤枉！是老奴干的。那日是老奴拿着珠钗，典当给了他。就是他，我记起来了，昨日就是他，千真万确。王嬷嬷，你也是教过我规矩的人，这些年来，金银细软从未少过你的，你为什么还要偷东西？太妃，自古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看见了吧？啊，这下左右口供都对上了，水落石出啦。抱歉，诸位，今日是太夫人寿诞，实在不该动什么官司。连夫人，你又怎么了？这个内贼和这个目不识珠的老板，都交给连大人处理，可好？好，再好不过了。县主，你受委屈了。你可知错？县主，这是何意啊？今日珠钗有疑，你第一个发现，不去盘问经手的下人，反而将矛头指向了我，一口咬定此事当中必有蹊跷。你这是要让这么多贵人看王府的笑话呀？不是，我只是一时着急。太妃这么多年都谨言慎行，凡事都以王府的颜面为重，连我这个初来王府的都记在心里。你自小在王府长大，怎么就记不住？碧兰知错了，碧兰只是着急找珍珠钗，一时糊涂，不会说话。不会说话，因此才便不要再说了。王府不缺你这点主意。哎，连夫人，我还有些提己话要和连夫人说，烦劳您稍后。有话赶紧讲。哎，嬷嬷，既然老身认了罪，便不会再供出第二个名字。多谢嬷嬷，我定让寒山从轻发落。20年前你来问我，
崔君该不该嫁的时候。倘若我没有挑剔他风流成性，那么草率地给你建议，恐怕你也不会跟你姐姐换了婚书。如今的生活呢，也应该是富贵荣华，不似这般经营的这么辛苦吧？你帮我，是因为心中有愧。当年欠下的，老身已经还清了。唉，告辞。哎呀，这王府本来就属于我的，即便不属于我，也属于秉兰的。我不认命。夫人，太妃为了王爷的军情，已经病了好几日了。夫人您倒是镇定。王爷善用骑兵，总能绝处逢生，不用我替他操心。老奴是说，您不常在病榻前侍奉，只怕今后会落人口实。太妃这一病，床头被挤得密不透风，尤其是那莲夫人。比我这个当儿媳的还会晨昏定省，生怕我趁病尽孝，抢去了他们的好名声。那我就索性还太妃一个清静吧。哎呀，练了这么久的字了，总算有点行舟的风骨了。县主。太妃请您过去一趟。莲夫人，这孩子们的婚事啊，也是我心中的头等大事。且都回去吧，必然让你们都称心如意。多谢太妃。绵堂来了。太妃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就是闷得慌，想找人说说话。坐吧。嗯。昏睡了这几日，只在人堆里匆匆看你一眼。我知道行舟出事，最担心的人除了我，便是你了。只怕这屋子里最信任行舟的，也只有我们了。太妃，您别太担心，行舟一身的本事，定会逢凶化吉的。是啊，我如今也不担心了，只盼着人能回来。这王府的男子出了门，留给女子的，就只是等。以前老王爷纳妾的时候，我心中也不甚情愿。你说哪有女子愿意分享自己夫君的？可如今老王爷不在了，才发现他纳妾的好处，便是给我留了许多可以说话的姐妹，不至于寂寞。这夫君在世还好，可等恩宠不在，成了魏王人，就要夹起尾巴做人。儿女的前途，
全悬在了当家主母一个人的身上。等你日后成了王妃，你就知道这等权力的滋味了。女子的好颜色能维持多久啊？唯有贤德才是经年不变，叫人敬重的。太妃说的是，因此一直我也没有在追求什么权力，我的心胸也没有太妃那么宽阔，我只盼着一生一世一双人。